福生无量天尊，道有慈悲，贫道贤真。今天我们要继续深入探讨《道德经》的第64章，怀劳请诸位道友多多点赞和分享，一念随喜，功德无量。人生中最难掌控的，往往不是那些明显的挑战，而是那些尚未显露的问题。这一章中，老子一开始就揭示了一个根本性的道理：其安易持，其未兆易谋。意思是说，事物在还安定时最容易把握，在尚未显现征兆时最容易谋划，而这一点恰恰是很多人所忽略的。人们总是习惯于等到问题浮现、形势紧迫才仓促应对，却不知等问题显现再去补救，不仅代价巨大，往往也难以收拾。在工作情境中，这种思想尤其值得深思。当代社会节奏飞快，很多管理者或从业者都沉浸在解决当下问题的被动节奏中，却忽略了那些潜在的、不易觉察的风险信号。例如，一个企业在扩张时，如果没有及早识别制度松散、沟通断层这些初期迹象，等到内耗加剧、人心涣散时才临阵磨枪，不仅劳民伤财，也难以恢复组织的协同力。这就如老子所说：其脆易泮，其微易散。事物在脆弱的时候最容易崩解，在细微的时候最容易分散。理解这一点，就必须强调未雨绸缪的价值，谓之于未有，治之于未乱。最理想的治理是在问题尚未出现之前就着手进行调整和干预，而不是等混乱形成后再寻求补救。这个逻辑看似简单，实则是一种高维度的战略视角。它要求我们具备系统性思维，能够在表面风平浪静时就观察到潜藏的不安定因素。这对于现代职场人而言是一种极其重要的能力，不仅是在企业管理中，在个人职业发展上亦然。一个人的发展不取决于他在顺境中有多优秀，而在于他能否在尚未陷入困局之前就预判风险，转变路径。例如，一个年轻人选择职业时，若仅看眼前工资或公司名气，很可能在几年后陷入发展瓶颈。但若他能在初期就考虑行业周期、岗位成长性、组织文化等深层结构问题，就能避开许多看似光鲜却注定耗损的职业路径。所谓合抱之木，生于毫末，9层之台，起于垒土，1000里之行，始于足下。每一个最终成就非凡的人，往往是在最初细微之处就已种下正确的因缘。但老子并不仅仅停留在预判问题、掌控局势这个层面，他还提出了对行动本身的深刻警惕。他指出：为者败之，执者失之。意思是说，刻意去为常常会导致失败，执着去守反而容易失去。这一判断反直觉却深具洞见。现代社会提倡主动进取，但在这种激励之下，也衍生出一种危险的倾向：过度控制、过度追求、过度干预。很多人不自觉地陷入对结果的执着，最终反而让事情走向失控。职场上，一个项目的失败常常并不是因为投入不够，而是因为过度干涉、节奏紊乱、目标变形。一个领导者之所以失去团队信任，往往不是因为他不作为，而是因为他处处设限、事事干预，结果反倒束缚了团队的自然成长。老子所说的无为，并非消极不作，而是顺应事物自身的生长逻辑，不以主观意志强行干扰，是以圣人无为，故无败；无执，故无失。而这一点在自我修养上更有启发性。一个人的精神状态是否稳定，内心是否安宁，往往取决于他对自我的把握方式，
那些执着于完美、急于改变自己的人，常常在焦虑与挫败中反复，而真正懂得修养之道的人，懂得在潜移默化中调整自己，不疾不徐，才不会在人生的关键节点失了分寸。老子接着指出，民之从事，常于己成而败之，慎终如始，则无败事。这段话强调了另一个常被忽略的关键，即坚持一贯的初心。人们在事情初起之时，常常充满热情，谨慎小心，但一旦看到眼前的成果，就容易松懈，轻视细节，最终在最接近成功之处功亏一篑。现代项目管理的经验中，这种情况屡见不鲜。一项产品开发如果在初期有条不紊，但到了收尾阶段，因为急于上线，压缩测试时间，最终往往出现严重质量问题，影响客户体验。这些都说明慎终如始的重要性，维持一贯的专注和敬畏，才能避免最后的溃败。更进一步，老子在本章后段将这一治理思维提升到了欲望层面。他说，圣人欲不欲，不贵难得之货。这不是一句反商业逻辑的口号，而是一个深层的价值提醒。面对那些稀有的资源、高昂的物件，越是炫耀和追逐，就越容易被其所累。反之，若能不以欲望为中心驱动，不刻意营造稀缺性诱惑，社会也许就少了很多内卷和焦虑。当下社会对难得之货的追求体现得尤为强烈，不论是在奢侈品市场，还是在学术和职业成就的争夺中，人们常常为了所谓独一无二的头衔、称号、资源而投入巨大的时间和精力。这种价值体系一旦成为主流，必然使人心趋于浮躁，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也日益薄弱。而圣人之道是愿意放弃这些虚名的，他不迎合大众的欲望，也不刻意反对大众的行为，而是通过学不学、负众人之所过的方式，把自身回归到一种本然的质朴状态中。所谓学不学，不是拒绝学习，而是避免沉迷于迎合主流的知识堆砌。所谓负众人之所过，是通过反观大众常见的过失来校准自身行为。这既是一种修身的智慧，也是一种社会观察能力的体现。夫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，才是最终的归宿。在人类行为日益复杂、社会体系日趋精密的今天，越是系统性的事物，越需要懂得适时退让的智慧，避免人为干预破坏自然规律。这一章从事物的萌芽谈起，到人的欲望收敛，再到行为方式的慎始慎终，构成了一种完整的行动哲学。在工作中，它要求我们在战略层面前置性思考，在执行层面避免躁进，在自我修养中，它要求我们戒除炫耀欲、控制欲与成就欲，回到事物自然而然的节奏中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老子在这里所强调的并非退缩，也不是消极无为，而是一种根本的觉察能力，是那种能够在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，就已经意识到路径可能错位，在人际关系尚和谐时，就已察觉潜藏的不安因子，在内心尚未躁动时，就能觉察欲望的微妙萌芽。这种能力并不来自某种外部规则，而是源于内在的宁静、细致和长远视角。然而，光有觉察与退让还不足以成道。进入下一章时，老子将把视野拉回到知识与治理的张力之中，探讨一个更令人警醒的主题：为什么过分聪明的治理反而会导致人民的困顿？当我们继续深入第65章，将看到古之善为道者，非以明民，将以愚之的震撼思路。这一理念不仅挑战了现代的启蒙主义逻辑，
也引发了对民主教育与技术治理的根本反思。如果你曾在知识爆炸的时代中感受到困惑，也曾在制度设计中看到聪明反被聪明误的局面，那么接下来的内容你一定不愿错过。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感悟。道德经的智慧应该被更多人看见。关注频道，我们下期再见。